Hello，大家好。这一期呢，咱们聊一聊最近特别让我上头的一部剧，叫《周处除三害》。之所以想萌生做这期 vlog 的想法，是有一天和同学们，大家我们一块儿，然后就聊起这个，大家就说，你看这个角色像是什么主星，那个角色像是什么主星。于是呢，我就整理了一下，顺便聊聊我对这部剧的看法。那我们就从出场顺序开始聊吧。第一个出场的是黄毛这个角色，他的表现形式就是一个小马仔的样子。在外表现得很凶，所以呢，我觉得他的命宫应该是天象线坐命天象落线最后亮的样子。迁移宫是廉贞破军的那张盘。其实他开始表现出来对这个陈贵人的这种崇拜然后以及到最后他其实是一个回归生活，然后去做这个服务员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出现。所以呢，廉颇在外嘛，在迁移宫表现得很社会实际上里面呢还是在为衣食而奔波第二个出场的呢，就是我们的男主阮经天饰演的陈桂林。其实这个当时我们讨论的时候有所争议最终我们确定他的盘就是他表现形式命宫是破军寡零星光破军还不行，因为破军这颗星呢不破不立，而且呢他想一生当中都干成一件大事，同时呢他会有他自己的执着跟混乱，所以我们就挂上了零星这颗星星。还有一点确认的这个在看剧的时候我就在想，哇，这大哥真的是一个身迁同宫就是他表现的非常想让所有人看到他的样子包括他最后那个戴上手铐高举说我叫陈贵人，所以呢就是身迁的这种状态表现非常明显。那当然了网络上也有争议说他这个一直都不死一直都不死的这个状态，其实因为破军的极恶宫都是天梁，那天梁又是一个我们解厄之化的星星，同时又是中药星老人星，所以呢他身体才能这么杠杠硬可以就是造到最后。那其实这个对于破军坐命的人一辈子其实都有一种想干掉大哥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包括生活中的破军也是这样。而且对于这一路的厮杀来说，陈桂林这个角色也表现得非常有勇有谋那当然就是破军这颗星具备这样的特质。那接着出场的就是警察陈辉这个没有什么争议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就是太阳星坐命因为太阳星坐命的人呢，主打一个博爱光明，然后惩恶扬善，所以呢很多的警察其实都是太阳坐命的。他非常的善良，同时到最后就是对于最后扣住这个陈桂林的话，其实他对于这个人也是有一丝丝的尊敬的。那我们接着说那个医生医生他的名字在这个剧里叫张桂清我是后来搜了才知道就是这个女医生。这个女医生呢，其实我觉得她非常厉害就是纵横黑白两道，所以呢，我觉得她的命宫应该是日月坐命太阳太阴。其实太阳太阴坐命的人呢，这种黑和白是有很多的取向在的，包括像我们剧中的这种感觉就是黑白两道包括像这个赌博压庄压闲，还有像我们这个行业做阴阳学的、做玄学的，一阴一阳其实都是日月比较擅长的部分。那除去日月这两颗星之外我觉得医生这个角色应该还带着禄存这颗星，因为纯纯的日月这样纵横黑白两道是很难存活的一定要有给他一颗这个解厄的星星然后就给到他一颗禄存。那同样呢，日月的极恶宫是廉贞，所以在剧中呢，他这个得病的这个情况因为廉贞做到极恶宫，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有癌症体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然后同时呢他的表达方式就非常的日月劝人向善，同时也非常喜欢小朋友，所以呢这个就是我感觉他的样子了。好，那继续出现的呢就是香港仔和小美了香港仔呢这个明显就是恶药一颗从长相到他的办事风格非常的凶残。那之前就是剧中有交代他这个人情绪比较不太稳定，同时杀人如麻的这个样子，那我们就把他定成了七杀坐命。然后那七杀坐命独坐的这个命盘里面最好的一张盘吧，就是相对来说格局高一点的那张盘叫七杀朝斗格。那它的迁移宫就是紫微和天府，所以呢这个香港仔这张盘也是我们著名的大佬杜月笙的那张盘它都是这个七杀朝斗这个格局。它是一个可以从底层
坐上去啊，最后成为大哥的样子。因为剧中他的感觉就是也不太能沉得住气啊，就说杀人就杀人，而且呢，情绪也不是很稳定啊。最后呢，这也算是就是杀破狼的半空折翅啊，最后就横死了嘛。就反正他最后死的时候，我觉得好惨啊，就是他也并不知道陈桂林为什么要杀他，对吧？你总要让我死明白啊，就是蛮悲情的一个角色。好，那我们再出场的呢就是小美啊。小美这个角色呢非常的暗，给人感觉啊。当时我在想，那就大概率的会跟巨门相关啊，所以我觉得小美的命宫应该是同巨现线的那张盘啊，天同跟巨门双双落线，而且感觉这个女生就是她会给予香港仔一些身心灵上的东西，因为她一摸她就脾气就下来了嘛，所以呢走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内化的这个一个日常的操作方式，所以她积月同梁的可能性非常大。那这个同居先生喜欢陈桂林这种破军的呀喜欢香港仔这种七杀的呀，就是也是慕强的一个体现啊。当然他也不一定是喜欢吧，可能是需要一种更强的能量更强的人的性格特质，然后来去保护他。好，那最后我们这个榜一大哥这个尊者尊者这个基本上毫无疑问就直接给到他一颗命宫的主星，那就是天梁星能这样去给人洗脑教化，然后呢加上到最后还有这么多人愿意留在那儿，那只能是天梁这颗星天梁也是我们14主星里面最懂人性的。那我觉得天梁这颗星呢，其实在我们14主星里面是古人最喜欢的一颗星那这颗星呢，在古人眼里看就是教化苍生，包括像可以教育皇帝当皇帝的老师当然了，一些宗教类的这种非常有威信的人也是天梁这颗星。那天梁这颗星呢，如果他走的不正了或者是遇到一些煞星的情况，那天梁这颗星也会变成邪教的教主，因为他的能力就是去教化众生也是有一个洗脑的这样的能力在，所以就要看他是把他怎么去使用自己的这个能力。所以尊者呢就是天梁这颗星无疑了好，那我们再说网上说这个他的这个教派的大 boss 其实是旁边弹吉他的那个我们暂且说她是尊者的夫人毕竟这个怀孕了嘛。那其实这个女性的形象呢，我觉得也是还是蛮有争议的，因为开始会觉得她是一个辅助的样子，实际你会发现她其实是也许是一个更主导的样子。那我在看剧的时候在想，就把它定为太阴这颗星那我们为什么这么想呢？就是太阴这颗星呢，它会更擅长借别人的力因为月亮嘛，月亮是需要去通过反射而有光的，所以它很好的去借用了尊者的这样的一个更推向前台的样子。那太阴这种女性的特质呢，又是女人中的女人，她又很温柔是一个以柔克刚的样子，她也不那么的喜欢出头，就是喜欢在背后的样子一个更内化的这样的一颗星星。所以我觉得很多尊者的东西确实应该是这位太阴夫人在背后出谋划策的样子。然而太阴的官禄宫都有天梁，所以呢对于做事情这件事情上，其实它也是起到了一个传播教化去蛊惑众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出现。虽然这也是一颗大吉星，但是我们讲说它的能力所在这儿，只是用在了一个非常不对的地方。好，那我们主要的这个登场的人物的主星我给大家盘了一遍然后接着我再说一下就是我对于这部剧的想法吧。我最大的感受本来想好好的这个跟大家唠一唠，但是这两天呢这个脸部状态不好，我就不出镜了大家听声音就好了。那其实这部剧吧，自打上映以来有很多的这种大 V 各种在网上去评论这部剧。我从我们术数的角度吧，阴阳学的角度，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呢都是活在一个已知的自己的命盘里，活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剧本里。因为无论你是陈桂林的那个破军的剧本，你还是尊者这个天梁的剧本，你还是医生这个日月的剧本，你其实在你的剧本里面都有苦有乐，有你的能力，也有你不擅长的地方。那往往每个人在自己的剧本里其实都不能自拔。
尤其是最后就是那个弹吉他的那个尊者，那个夫人还在那儿唱歌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想，他知不知道他自己在骗人？他知道，但是他没有办法从这个环境中抽离了。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假象里活着，然而沉浸其中不能自拔。这个就特别像，很多时候我给这个盘主去看盘一样，我跟他讲说啊，你的这个夫妻宫是有问题的啊，你需要怎么去改善它，或者你需要怎么去调整你自己的心态，或者说你找到的另一半，他就是一个这样的性格，他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更自我的人，更自私的人，他就是没有办法把你放到最重要的位置。那如果你可以接受，你就调整你的心态；如果你不可以接受，那我们就跳脱这个环境。但是我会发现，大部分的盘主其实就像剧中的人一样他们明明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困境里，然而他们却也不愿意出去可能他出去之后就不知道怎么活了就像这个邪教组织的人一样，就是他离开了，跳脱了这个东西，他也无所适从了。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社会中应该活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很多时候，不管是通过术类，还是通过其他的，比如心理学的方式，包括像我去大量的去开课，给学生去讲这个紫微斗数，想让你去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我会发现，每个人能真正的去掌控自己命运的能力，不是都有的。很多人他明知道可能今年这个东西不好但是他依旧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欲望，或者没有办法跳脱还会在沉溺其中。然后呢，等到他按照自己的侥幸心理，或者他自己的那个就是赌一赌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就是如果他有这种侥幸的想法的话，最后的结果还是会一拍大腿，就是老师你说的真准，你当年告诉我的真对。但是我并不是想达到一个准，我是希望让大家更多的去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吧，能真的跳脱出自己的剧本，去当一个局外人，看到这个局中的问题，然后去能把，因为你的命盘当中一定有一些好的部分和一些不好的部分，我们去尽量的去接受那些不好的部分，我们去放大那些好的部分，而不是一直沉溺在这个宿命的过程中，然后在这个局里面迷失掉自我，就像剧中的人一样，最终还是按照他们宿命的发展去走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这部剧里带给我就是最大的感受，也是我为什么其实针对于看盘这件事情并不是我最喜欢的，我还是更喜欢去教书的原因，因为我去告诉你和你自己真的能明白，能掌控，能在生活中去每一个阶段把握自己的命运，它其实还是不一样的。那没看过的同学们呢，也希望大家去看看，然后看过的同学们呢，也欢迎积极留言评论，然后跟我讨论，好吧？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